大家好，我係九叔啊，先同大家講聲 sorry 先。今集會插一插隊，先去一轉大阪，因為九叔啱啱去完全球首間香檳主題酒店大阪 QV J2 酒店住咗2晚，想同大家分享下。佢最大特色呢就係一層一間房夠晒寬敞，仲有24小時香檳 room service， 跟住仲會介紹一間我個人覺得幾唔錯嘅omakase。廢話少講，即刻去片。QV J2 位於大阪嘅南船場，由日本豪華酒店管理公司或者大家都可能聽過嘅溫故知新所經營，係日本第一間推廣香檳文化嘅香檳主題酒店。其中一樣好巴閉嘅嘢呢，就係佢哋獲得 Joseph、Perrier、Bollinger 等11個香檳品牌認證，供應多間酒莊高品質嘅香檳體驗。樓高14層嘅 QV J2 由世界著名嘅建築師小川俊一負責建築同設計，只係得11間客房。每層以唔同品牌為主題，以香檳酒莊為靈感去設計，講求簡約同埋空間感。我哋今次入住嘅係屬於中高層9樓嘅 Legoland Village 主題房，雖然房價1毫子折頭都冇啊，但九叔非常多謝 QV J2 肯幫手，俾我哋拍多幾間房俾大家睇，所以今次呢，我哋就由頂層14樓嘅 Bollinger 主題房開始介紹俾大家。一入嚟首先嘅感覺就係覺得非常之浪漫，有一個都叫做開揚嘅視野，但都好坦白啦，但就真係冇咩景觀可言嘅。左邊呢就有2張單人床，以大阪酒店而言 ，QV 嘅客房相當之寬敞，除咗頂層 Bollinger 嘅主題房得400尺之外，其他樓層足足超過500尺，莫講話住一家4口啊，4個大人都綽綽有餘啦。最緊要係另一半執業執到反轉間房都冇投訴啊嘛。可能頂層嘅面積相較細少少啦，咁佢就俾翻個露台仔你出去可以吹下風咁。但係都係嗰句啦，以景觀而言呢，就真係冇咩好睇嘅。跟住就係純白色系嘅浴室同洗手間，同我哋間房係一模一樣嘅。佢特別之處呢，在於客房有人入住嘅時候，浴缸已經準備好熱水，仲會定時自動換水兼24小時恆溫，可以隨時斟。呢一點呢，我覺得非常之抵讚。而洗頭水護髮素呢，就用日本天然護膚品牌 FEE， 都叫做有啲驚喜啦。仲有 Panasonic 最新型嘅負離子風筒，九嫂呢就出晒名奄尖都冇投訴，所謂 Happy Wife Happy Life， 佢冇投訴，我啊梗係滿意啦。咁係因為咧，可能佢呢度冇人住嘅，因為佢應該仲有一 set 咧係 free 嘅，即係佢一牌子衫啊 free 嘅一 set 套裝，就係落妝啊、洗面啊、cream 啊咁樣咯。至於客房有咩設備呢？梗係唔少得酒櫃啦。酒店呢會因應主題房準備翻呢一個品牌嘅香檳，仲有定時會轉嘅香檳推介，但全部都要收錢嘅。我就覺得好邪惡咯。夜晚睇陽光唔見1000幾百，真係冇問點解啦。但係話說翻轉頭，夜媽媽呢要開成支香檳，你望下價單呢，總數加埋就41600，老細多謝。心入邊個天使就會叫你都係唔好啦。但係酒店呢係的確有啲計嘅，有個24小時叫香檳嘅服務，可以 per gas 咁樣去嗌香檳。好似我咁望住張酒單，望住部法國製電話，就好似撞咗邪，隻手控制唔到，自動波打咗落去啦，真係好鬼死邪惡啊！同學，你雙目無神，擋邪喎。跟住唔識 ？Yes， 好似唔識咁喎。係成次係啊，個款都係咁。哇！因為真係神推鬼湧，想嗌就嗌，拍嘅時候冇咩準備，咁九叔呢就衣衫不整，個頭亂晒咁樣，畫面上就唔係太好睇嘅。咁大家將就啦。Thank you，有時間。Yes， Thank you，哇 ，it's a nice service。Thank you so much. Right? Thank you. Good night. Good night。好正嘅喎呢單嘢其實係嘛？咁樣就
飲香檳啊。 OK， 咁咧，我就坐喺度呢件事，真係堅爽。至於其他設備方面就有香檳杯啦，即係預咗大家嚟住得嘅，一定會飲翻2杯噶啦。佢都預你4個人入嚟住喎。係啊。下邊係咩咧？哦，飲水杯。係啦，就有水杯啦。另一邊就有個純白色嘅小茶水吧，隱藏喺拉門入邊。一打開呢，我真心覺得幾靚嘅，有齊膠囊咖啡機、日本巴慕達烤爐仔同埋手沖壺，仲有2包免費嘅富士山礦泉水。再下邊一層就有餐刀，仲有免費嘅茶包、咖啡，有少少驚喜係估唔到有即沖嘅麵豉湯包。再下邊一層就有各款零食，例如餅乾啊、朱古力啊，當然唔少得杯麵啦，全部都係要收費嘅。其實呢，樓下行2步就係便利店噶啦，咁大家都可以慳翻啦。而最底一層就係餐具，種類非常之齊全。睇完頂層同我哋住間房，我哋又同大家睇下其他樓層嘅主題房啦。其實格局呢就可以話完全一模一樣，分別在於佈置主題唔同，連 lift 門呢都用翻對應樓層嘅香檳品牌 logo， 而且會有一個以香檳品牌形象去設計嘅特別位。gym 嘅時候就會有2張嘅木桶凳，而我哋房呢就有張好高身嘅凳可以打卡啦。Tiffany 呢就會有個香薰，讚到咁係咪就係天下無敵呢？咁就梗係唔係啦。我個人覺得酒店最大問題係位置真係唔係太靚仔。喺南波站要再轉魚台根線搭成10分鐘車，先至去到心齋橋站，仲要徒步行2個字先到酒店。而由酒店行返出去俾狗嫂鋸到一頸血嘅心齋橋根呢，大概徒步8至10分鐘腳程度，就唔算話真係太遠嘅，俾多個參考大家。咁如果行返出去跑步佬個招牌嗰度呢，就約莫要行成20分鐘左右到。好彩今次九叔就醒目自駕揸車，所以九嫂呢就冇投訴嘅，都好 enjoy 樂在其中。但我設身處地咁諗，萬一如果我唔係揸車，即係機場出嚟要去轉車上落的話呢，就難免可能未必有好面色睇啦。講啊！又到大家最開心嘅找數時間啦，俾啲鼓勵我，銀包。平日住2晚價錢大約4500蚊港紙，但呢一個價錢呢就好似清水樓咁，係咩都冇包嘅。想嘆盡啲呢，就可能要揀去嗰個奢華住宿 plan 啦，咁就會包1支香檳、早餐同埋夜晚一餐嘅 omakase，仲有一杯香檳呢，你可以選擇喺 lunch 度飲，又或者食 omakase嘅時候呢，有經驗豐富嘅職員幫你 champagne pairing， 成為人頭6600蚊左右到1晚。講緊喎，唔係 yen 喎。成交啊！所謂冇比較就冇傷害，其實同價位我心水仲有大阪南海瑞士酒店同埋大阪皇家經典酒店，呢2間酒店嘅住宿體驗都唔差，而且非常之近站頭。講位置的話呢， QV J2 係連車尾燈都見唔到噶。如果你好似我哋咁樣中意嗒翻2杯香檳嘅話呢，咁其實真係個唔錯嘅選擇嚟嘅。如果大家有啲咩靚酒店嘅話呢，就記得留言話俾九叔聽，同我哋分享下。講到我都肚埋，不如同大家食少少嘢啦。今次想簡單分享一間位於北新地嘅 omakase 小店望月。呢間小店由2夫婦經營，主打江戶前壽司，相對比較講究米飯溫度同醋嘅濃度。比較特別之處呢，就係用咗紅醋去整壽司飯，師傅仲會因應食材用唔同溫度嘅飯粒去配搭。例如大拖羅啦，就會用溫度更高嘅米飯，利用米飯嘅溫度係令拖羅嘅脂肪去溶解，入口油脂香氣更加濃郁。而師傅亦都可以分享去處理食材嘅方式，
現場氣氛好之餘啦，從中亦都學到唔少嘢噶。另外一個加分位就係師傅有唔少私藏 menu 冇嘅清酒，咁我係試咗4-5款都覺得正嘅。雖然視覺上 wow factor 咧就真係唔太多啦，但係如果大家想試下暖暖地壽司飯偏酸嘅江門池壽司嘅話呢，都推薦大家嚟試下嘅。嚟緊下一集我哋會講翻金澤炒街啦，咁之後呢，我哋可能會講下今次我哋喺淡路島自駕遊嘅所見所聞。咁中意呢條片嘅朋友真係麻煩你幫幫手訂閱、like and share。咁今條片呢就嚟到呢度啦，咁有啲乜嘢留言話俾我聽啦，有咩想睇啊，或者有啲咩意見，咁下條片見啦，拜拜。